你想想看，假如你手裡有一個近乎完美的理論，它強大到能解釋從原子到超導體的一切，但是就在這座宏偉的科學大廈的根基裡，卻藏着一個致命的裂縫。咱們今天這個故事啊，就好像一出偵探劇，要跟着一位哲學家的腳步，去揭開這個深藏在量子世界裡的悖論。來，讓咱們把時間倒回到上世紀60年代。那時候啊，量子力學可以說是如日中天，簡直就是物理學的終極答案。但最有意思的是，或者說最諷刺的是，第一個發現它核心漏洞的，居然不是一位物理學家，而是一位叫希拉里·普特南的年輕哲学家。好的，那咱們就直接切入正题。要想搞明白这道完美的裂縫到底是什麼，我們必須得先走進量子世界裡那個最奇怪也最讓人着迷的地方，也就是測量的神秘瞬間。在量子世界裡啊，咱們要描述一個粒子，比如說一個電子吧，會用一個叫波函數的數學工具。但這個東西描述的可不是一個確定的現實，而是一個充滿了所有可能性的疊加態。這就像一個電子的自旋，它不是向上，也不是向下，而是向上和向下這兩種狀態奇妙地同時存在。這就是那個神奇的轉變。在咱們去看它之前，電子的自旋是向上加向下這麼一個模糊的疊加狀態。可一旦我們去觀測它，就在那一瞬間，它就立刻變成了向上或者向下這兩個選項裡的其中一個，從無限的可能變成唯一的現實。這個過程快得簡直不可思議。所以最關鍵的問題就來了，到底是什麼力量迫使這個粒子在被觀測的那一刻必須做出選擇？是什麼讓那個模糊的疊加態塌縮成一個我們能看到的確定的現實？這就是物理學裡最著名的謎題之一——量子測量問題。為了解答這個難題，第一個給出重量級答案的是數學和物理學界的一位真正的巨擘——約翰·馮·諾依曼。他的解釋可以說是既大膽又讓人覺得有點不安。馮·諾依曼的邏輯是這樣的：你想，當一個探測器接觸到那個處於疊加態的電子時，它自己也被感染了，也跟着進入了疊加態。然後呢，當你的眼睛和大腦看到這個探測器的時候，你的身體也加入了這個不斷擴大的疊加態。根據量子力學的數學規則，這條量子鏈會一直延伸下去，從粒子到儀器再到人本身，好像沒有任何我們已知的物理過程能讓它停下來。這一下就把物理學家們給逼到了一個死角，因為在量子力學自己的數學公式裡，你根本找不到任何機制可以切斷這條鏈條，所以馮諾依曼才破得出了一個非常非常激進的結論：既然所有物理的東西都會被拉進疊加態，那麼能迫使現實做出選擇的，肯定是一種非物理的東西，而唯一的候選者就是觀察者的意識。但這恰恰就是哲學家普特南發現的那個致命漏洞。他提出了一個誰也繞不開的問題：如果整個宇宙本身也是一個巨大的量子系統，那它也需要一個意識來讓它從疊加態塌縮成我們現在所知的宇宙。可問題是，誰在宇宙之外觀察宇宙呢？故事到這兒啊，突然來了個有意思的大反轉。很多年以後，人們才發現，當年普特南、維格納和西莫尼之間那場著名的論戰，它的根基居然是一個巨大的誤解。没錯，他們翻來覆去引用的壓根兒就不是馮諾依曼那本又厚又難懂的原著，而是一本在1939年用法文寫的只有区51頁的科普小冊子。而這本小冊子的真正作者是另外2位物理學家，弗利茨·倫頓和愛德蒙·鮑爾。鮑爾是位很出色的教師，但真正的關鍵人物是倫敦。他可不只是量子化學和超导領域的先驅，他還有一個被当時所有人，真的是所有人都忽略掉的身份。他深受现象學方法的影響，甚至還師從现象學創始人胡塞爾的核心助手。你看，倫敦這個哲學背景，就給量子測量問題帶來了一個全新的視角。這個視角就是現象學，一種被當時所有物理學家都給忽略了的思考方式。
簡單來說吧，現象學研究的不是世界客觀上是什麼，而是我們是如何體驗這個世界的。它更關心的是意識、體驗和意義，它們之間是怎麼相互關聯的。他想看清楚的是，咱們認識世界的時候，背後依賴的那個底層框架。你看，咱們傳統的科學觀觉得世界就在那兒，是客觀的，我們呢只是獨立的觀察者，去記錄它。但现象學認為這是一種誤解，意識和世界根本就不是分開的，而是一種關聯式的共存，它們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。我們平時說的所謂現實，正是在這種體驗關係中被構成的。好，那咱們現在就戴上這副全新的哲學眼鏡，再回頭看量子測量問題。這下，倫敦和鮑爾的真正論點才算是浮出水面了。你可能覺得房諾以曼的觀點已經夠激進了，但他們的想法可以說更進了一大步。這個對比啊，可以說是至關重要。冯諾依曼把意識放在了量子鏈條的外面，像一个外部的魔法師。但是倫敦和鮑爾的想法正好相反，他們認為意識是量子鏈條內部的最後一環。意識不是在外面施展什麼魔法，而是直接參與到了現實的構成裡。這麼一來，觀察者就不再是觀眾了，而是演員。這就是他們最核心的洞見。他們認為量子力學不僅僅是一套描述自然的理論，它本身就已經包含了一套全新的關於我們與自然之關係的理論。觀察者和世界的關係其實早就寫在那些數學公式裡了。那到底是什麼切斷了那條無限延伸的量子鏈呢？倫敦和鮑爾的答案是內性，就是那個我知道我正在看的自我意識瞬間。這個動作並不是什麼神秘力量，而是一種確認。它把模糊的可能性轉換成了一個被我們主體確認的唯一的經驗。這麼一來，悖論就被溶解了。問題就不再是什麼物理力量導致了塌縮，而是變成了意識是如何參與構成一個確定的現實的呢？這個被大家忘了幾十年的想法，其實並沒有消逝。它就像一顆種子，埋在物理學和哲學的土壤裡，就等着有一天重新發芽。你看，咱們能梳理出一條非常清晰的思想脈絡，從胡塞爾的現象學開始，經由倫敦和鮑爾小冊子，再到後來的哲學家梅洛捧第，最終在當代的這些前沿物理學裡，以一種叫量子貝葉斯主義，也就是 Cubism 的形式重新浮現了。像 Cubism 這些現在理論，他就把量子力學徹徹底底看成是一門第一人稱的科學。在他們看來，那個波函數啊，根本不是世界的客觀狀態，而是一個行動主體對世界的主觀信念和預測。那個體驗世界的主體又被重新放回了物理學的核心。所以你看，這個困擾了物理學家快1個世紀的悖論，到頭來其實並沒有被解決掉。它只是在我們轉換了哲學視角，提出了一個更好的問題之後，悄悄地溶解了。我們才發現，可能問題本身就是一種誤解。這也就給我們留下了最後一個可能也是最深刻的一個問題，一個需要我們每個人去思考的問題。科學，它到底是在描述一個獨立於我們之外的客觀世界，還是在講述我們與這個世界之間關係的故事？這個問題的答案，或許會改變我們對知識、對現實，甚至對我們自己的一切看法。